电钻小伙计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安如果小米。今天干一个挂电视柜的活儿。平时虽然我们安电视，但是挂这种柜子从来没干过。估计像这种活儿一般都是组装柜子的师傅挂了吧。柜体高度是27，客户要求呢安装总高度是50，不过它上面还有一块面板，我们把这个尺寸呢要算上。看起来装这种柜子呢，和我们平时装浴室柜感觉没什么区别，但是面对这么大的背景墙，很多师傅却望而却步了，没人愿意干。很好奇吧？为什么没人愿意干呢？比如说我们装浴室柜，瓷砖都是一块一块的，比较小，而且后面都是水泥粘接剂贴的比较实，打孔根本就不可能把地砖打烂，当然电锤直接干除外。但是背景墙的岩板就不同了，背景墙都是大砖，从地上顶到顶上这么大一块，而且后边都是结构胶，做好的可能会做几个挂件，然后就是发泡胶，剩下的地方全部都是空的。所以干这种活和浴室柜相比的话，承担的风险那要高出好多倍。电视里面那句话说的对，风浪越大鱼越贵，一样的道理，我们承担了高风险就要收相应的费用，但是往往会被很多客户不理解啊，打了这么几个孔，掉了这么一个小柜子，你为什么要收这么多钱？客户往往都是这样想的。但是换个角度，站在师傅的角度考虑，像这个柜子整体我打了9个孔，9个孔其中如果有一个孔导致岩板开裂，那不是换一块岩板，而是整个背景墙几千块钱的风险。经常装电视的师傅应该有同感，每次打孔的时候心都是提到嗓子眼的。这个背景墙呢，我们在打好孔之后呢，针对的每一个孔里面全部都打了发泡胶，就是让这个墙体里面不空鼓，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免，比如说岩板贴的不平，后期柜子上面上螺丝的时候受力不均匀，后期导致岩板开裂。既然这种的安装方法有这么高的风险，而且相应的安装费也比较贵，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？想必很多有经验或者懂行的应该也看出问题来了，这也是装修环节中衔接有问题。如果是选择悬浮柜的话，可能前期考虑先装柜子后装岩板背景墙，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避免高风险。上面的岩板顶着柜子往上装，下边裁切下来的部分呢装在柜子的下边，最后在收口的位置呢都打上美容胶，这些衔接的部分根本是看不出来的。这个柜子呢是分成2个部分做的，这个地方呢有插座开好的孔，我们要在柜体上把所有的孔呢都要掏出来。插座和上面的穿线孔，这个都是隐藏式的，后期都要隐藏在柜子里面。刚才我在插座底盒的周围呢全部都打满了胶，这也可以避免后期师傅安装插座，万一螺丝拧得紧，也可能把瓷砖给压爆了，因为它切角的地方都是直角，很危险。这个柜子放到位之后呢，要进行一个调平，我们也放了水平线，以水平线作为参照物。那么我在柜子上标记的这几个点是什么作用呢？因为岩板它是一块一块的，我们每打一个孔都要避开岩板的接缝处。组装柜子的师傅也不是同层的，所以开这几个插座的孔那只能我来了。开孔的尺寸呢都已经计算好了，一个长方形的孔也比较好开。先画到这里有一个想法，其实做出来最好的效果就是一个插座开一个孔，那是最好的，但是难度很大。我考虑6个插座给它分成2个长孔，3个插座底盒为一组，中间留一个支点，最后下边可以拧一个螺丝，这样可以增强柜体的强度。这个地方的3合1也要被切掉了，所以下边只能给它拉一条螺丝了。背景墙上有一个穿线孔，是用50 PVC 管做的，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要开一个孔出来。切割之前要做一下防护，戴上眼镜、口罩。
现在画的就是固定在墙上的孔位，这个孔位也不是随便画的。刚才我们提到这几个孔要错开岩板的接缝处。在岩板上打孔，我用的是12毫米的玻璃钻头斜开孔，然后藏管的是用的10个的藏管，所以冲击钻打的也是10个的眼儿。这样我们跟岩板是有间隙的，所以打钻头也不容易伤到岩板。接下来还是在每一个孔里全部注满发泡胶。2个柜子打了9个孔，9个孔注了2桶发泡胶。藏管用的是我平时挂电视剩下来的加长藏管。客户说这个柜子装上就不拆了，让我在背面打满胶，但是我不敢打满，我怕他后期要拆的时候绝对是个麻烦。柜体固定好之后，应业主要求，在柜底的底边呢也打上了一圈玻璃胶。最后我们要测一下它的承重力，我踩上去确实有点心虚。最后大家说一下你们认为的安装费用吧。